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那今天的影片呢，其实我原计划是想聊一聊这个贵州小薇被中共国铁拳的这个事件啊。可是呢，突然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新加坡的观众投稿，然后就给我留言说，在 YouTube 上有一个天津的傻叉啊，然后开始无故的攻击新加坡。那我就去看了一下他对新加坡的攻击的影片，看了之后真的是把我给气笑了啊！我们都知道中共国这个傻叉粉区特别多啊，但是今年呢，就是尤为的多，真的是铺天盖地的，到处都是中共国的蛆虫，弥漫在这个 YouTube 的中文圈上，真的是肮脏不堪呐！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中共国的粉区是出征全球，特别是那些华裔为主的国家啊，譬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东南亚各国，以及台湾。台湾呢，他们通常会说，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后呢，连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样的从来和中共国没有任何关系的国家，因为有大量的华裔，所以理所当然的被这些粉区给碰瓷了，就是说华人就是中国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你长着黄皮肤黑头发啊，说着中文，你就是中国人，你只是拿着不同的护照而已。你对洋人来说，你就是中国人。你看这些粉区啊，已经狂妄无知到什么地步了？可能再过几年，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是中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我觉得真的是被他们这种无知、无脑、这种愚蠢的思想给深深的震撼了。话不多说，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天津的傻叉，他在他的影片当中到底都说了一些什么骇人听闻的言论。因为他的影片是比较长的，那我将分段播放。播一段他的影片之后，我再进行评论，然后再播他的下一个观点。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他对新加坡的评价。上次我在机场和大家聊新加坡大选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华人败选了，三哥跟马来人上来了，那新加坡还是新加坡吗？当时的讨论区就非常的热烈。昨天我和朋友聊过之后我就想，现在的新加坡看待中国的伟大复兴是怎样的心态呢？要知道，在20年前、10几年前，新加坡的商人到了中国，那真是横着走。新加坡的企业在中国真的是赚了很多的大钱啊。那我们先回复他这一段开场白然后一来就说了这个新加坡的大选，假如说这个华人落选呢，让这个三哥，你看大家请注意三哥他这里就把印度裔的新加坡人统称为三哥。我们都知道中共国的粉区对全世界人都是非常非常不尊重的，他们给世界各国的人各种人种都取了各种的绰号，譬如说把这个印度人叫阿三，把韩国人叫韩国棒子，把这个俄罗斯人叫毛子，诸如此类的然后就是各种各样带有侮辱性的外号。但是呢，他连最基本的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新加坡有印度裔、马来裔和华裔，以及 Eurasian 就是混种的，这个都不知道，他就简单粗暴的、无知的直接把我们的马来裔的和印度裔的叫做三哥和马来人，他都忘了我们都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我们都是新加坡人，只是不同的种族而已，但是我们统称新加坡人。所以说他这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污点，带有侮辱性的，就是对新加坡的马来裔和印度裔的极大的不尊重。还有再来就是新加坡所有的党派，不管是我们的执政党还是我们的其他的反对党，他们全部的成员都是来自于各个族裔的，这个就是包括印度裔、华裔、马来
台裔和 Eurasian， 它不单单说这一个政党都是由华人来率领的，每一个党派当中都有不同的主义的，所以说根本都不存在如果说华人落选什么阿三哥上来控制新加坡，新加坡还是新加坡吗？那可见他的论调是多么的荒谬绝伦。他可能是看到我们的最大的反对党工人党的主席是一个印度裔的新加坡人，所以说他就会觉得假如说我们的执政党 PAP 失去了选票的话，那这个工人党执政的话，那就变成了阿三哥的天下了，因为现在这个工人党的主席是一个印度裔啊，你看是多么肤浅，是多么无知的看法还有再来就是呢，他还说曾几何时，新加坡在中共国是非常有地位的。他应该是说的是中共国刚刚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个时候经济非常的落后。那个年代，邓小平曾经还亲自到新加坡来学习考察，想学习新加坡模式。我们的李光耀先生也热情的接待了他们，也是非常慷慨的倾囊相授，希望中共国可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走向繁荣富强，把经济发展好，所以一点都没有保留，是真真实实的去帮助中共国发展它的经济，帮助它改革开放那自此之后呢，新加坡和中国就开启了一系列的经济上的和人文上的交流和贸易那说实话，这个天津的傻叉在他的影片说新加坡通过和中共国各方面的贸易和来往，在中共国赚了很多的大钱呢。他那个口气就好像新加坡整个国家都是靠中共国给撑起来的，新加坡的经济命脉都来自于中共国的扶持没有中共国就不会有新加坡但是我要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个不争的事实新加坡最大的投资公司，也就是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先生的妻子何晶，一度是那个公司的 CEO 的这一家公司在全世界各国有各种的投资，唯独在中共国的全部的投资是亏损的，包括苏州和中共国合作的项目，一切的项目在中共国都是血本无归的。这也是为什么前段时间李显龙先生的妻子何晶女士在他的 Facebook 上转发了一个说，这个习近平小学博士是一个黑手党的大佬，是在无私的霸凌东南亚各个小国，这也是一部分的原因。因为新加坡作为一个经济和各方面都发展的比中共国好的一个先行国，回过头去帮助中共国发展，去做了大量的投资，引了大量的资金到中共国，结果呢，新加坡是血本无归可是到了这个天津的粉区傻叉嘴里了新加坡在中共国赚了大钱就是靠中共国这个经济命脉才可以存活到今天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笑。那我们下面我们再一起来看他下一个论点。但是仅仅10年的时间，似乎就很少能听到新加坡的事情，大家似乎都不关心了。当有人再谈到新加坡模式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人反问：新加坡多少人？中国多少人？后来网上就有人开玩笑把新加坡叫坡县。当时这个玩笑传到新加坡那边去了，让几乎所有的新加坡人都相当的破防。这里我必须就得说一句了，这个玩笑其实并没有贬低的成分，因为新加坡确实太小了。按照中国人口来划分等级的话，新加坡就是一个区县人口的级别，这是客观描述事实，并没有贬低的意思。那他第二个论点是说现在在中共国新加坡模式已经落伍了。你看我们中共国的伟大复兴，新加坡一定是羡慕嫉妒恨吧？确实，新加坡确实羡慕嫉妒恨，因为新加坡的失业率也没有40%以上，然后新加坡人的人均 GDP 也就8、9万美金吧和中共国的1万2左右，确实是相差甚远
那所以说呢，新加坡确实是羡慕嫉妒恨啊。那再来就是呢，他还说到啊，新加坡人因为中共国人给新加坡取了一个绰号叫坡县，全部都破防了啊。其实这个没有什么贬义的，就是在阐述客观事实，不是在挑战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的话。那如果说按你这个逻辑的话，那我就想反问一下这一个粉区傻叉啊。那中共国在全世界我们都知道啊，臭名昭著啊，低素质、不文明，各种人形动物的行径，就是各种的粉区，全世界出征啊。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已经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文明的毒瘤。那所以说呢，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把中共国的人喊支那人啊。那如果说按你这个逻辑的话啊，你们中共国人也确实特别的低劣，特别的没有素质，到哪里都惹人讨厌。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你们中共国人喊驱虫国呢，或者是喊支那国呢？那为什么我们在叫你粉区、叫你支那人的时候，你觉得是一种侮辱，自己被冒犯到了呢？我们也是在阐述客观事实啊，而且是全世界的各个民主国家高度一致的看法。那所以说，那以后我们就叫你们支那人粉区国，你们也不可以生气，也不可以反驳啊，因为这是客观事实的阐述，你说对不对？那我们下面一起再来看一下他下一个论点。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大家是同文同种，没有任何的隔阂，只不过你是拿着一本新加坡的护照而已。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大家就是拿着不同护照的中国人，没有区别。还记得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在美国国会被质询的场面吗？周受资说了好几遍我是新加坡人，但是美国那些议员依然问他你是不是中国人，还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但是一些新加坡人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啊，甚至不是华人，而且他走的是全盘西化的路线，把语言跟文化都丢掉了，一句中文都不会说啊。这样做确实真的就不是华人了，但是在西方人的眼里，你还是长着一张中国人的脸。这个天津的傻叉又开始碰瓷人种了啊！说只要你是华裔、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你就是中共国人。不管你是拿哪国护照，对西方国家来说，你就是拿着不同护照的中共国人。新加坡的观众朋友们，马来西亚的观众朋友们，台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到这个傻叉以上的论点，是不是快气笑了？真的是太好笑了！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国家是英文的国家啊，西方的国家，澳洲、新西兰、美国、英国，诸如此类吧，全都是讲英文的。你们什么时候听过英国人跑出来说，哎呀，因为你们都是高鼻子大眼睛的，你们都是跟我们讲一样的英文的，那你们都是我们英国的子民呢，你们都是属于我们英国的，你只是拿着不同国家的护照的英国人，有这样出来碰瓷的吗？我觉得这个傻叉连最基本的国家主权的概念都没有，就是简单粗暴的来碰瓷海外的一切长着亚洲脸的人。只要你是个亚洲脸 ，OK， 你是中国人，你就是中国人。这个是真的是太无耻了，居然还无耻的把这个 TikTok 的周受资拿出来举例。TikTok 周受资他是新加坡人，他确实是 TikTok 的 CEO， 但是他在美国国会被逼问的时候，他的立场不是代表新加坡，他代表的是 TikTok。他的职称是 TikTok 的 CEO， 所以说美国国会的议员在拷问他的时候，就想尽办法从这个人种上故意的要去混淆视听，故意的想去把他带偏了，就是故意的说啊，你是中国人吗？啊，你是共产党员吗？这只是美国议员在拷问 TikTok 的 CEO 的时候的一种手段而已，因为他就
就是想这样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方式去让周受资自乱阵脚，但是周受资并没有落入他的圈套啊。那所以说，这个和新加坡人是不是中共国人有半毛钱关系吗？新加坡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说我真的想郑重的去提醒新马两国的中华侨们和华裔的朋友们，亲中的华裔的朋友们，你们觉得中共国是你们祖先的来源地，是你们的母国，是你们的 motherland？ 你看一下。这就是中共粉区的真实的嘴脸，他们是多么亲密，多么看不起新马两地的华裔，就是居高临下的去如何贬低长着一张华人脸的人，以一种大国的姿态来霸凌和强制碰瓷东南亚各国和华裔的国家的，是真的让人看得咬牙切齿的呀！这就是中共和中共粉区的真实的嘴脸。OK， 我们下面再继续看他另外的论点。早年在中文互联网上对新加坡是有很厚的滤镜的，被公知称为形象最好的外国。比如说小尔富守规矩，很多人向往西方，但是没办法生活在西方，又离不开华人社会的人会选择新加坡。新加坡奉行的是实用主义，而且走的是西方的城邦文明，所以要严刑峻法。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不考虑道德的因素基础之上的。要知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法律是用来兜底的。如果都只讲法律了，那确实是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新加坡长期以来的政策有3个核心的目的。第一个就是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第二是维持高收入国家的形象，第三它是隐形的，华人的人口比例必须占绝对的多数。科研、金融、高等教育就从其他国家来招华人精英，来弥补本国华人生育率低导致的人口比例下降。而低端的工作呢，就从周边招外劳。但是现在新加坡对于其他地区跟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吸引力是在大幅下降的。新加坡的总人口大概600万，公民跟永居420万左右，华人占比74%，其他都是工作签证，还有24万的外劳女佣。外劳在新加坡确实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新加坡不让外劳那么容易就能留在新加坡，然后就有了通过法律来杜绝外劳生子，雇主还得负责女佣的孕检，定期都得做报告，不做就会被罚款。这种事儿简直就不可思议，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歧视行为。这点就远远不如中国香港了。在香港虽然菲佣很辛苦，但是他们如果怀孕了，确实在香港可以把孩子生下来，还有产假呢。而对比起来，新加坡真的是把实用主义展现的淋漓尽致了。他的论点是越来越离谱，越来越夸张，是看得我血压飙升啊！他这一段又说到了新加坡是一个实用主义有法治严峻的国家，然后呢是没有道德的，只讲法律的，是说法律是用来兜底的。可是我就想反问一下，中共国有法律吗？中共国是法治国家吗？你们连法治国家都算不上啊！你们是人治、地治、奴隶制，所以说中共国的人连人级都算不上，你们算作人矿和韭菜，你们算作蛆。当一个这样的中共国的人矿和韭菜跑来吐槽一个具有现代文明、民主世界、法治社会的一个国家，你觉得荒不荒谬？它更加是把新加坡聘请大量的外劳来作为一个例子，说新加坡太没有人性了，居然请了20多万的外劳女佣，然后呢就是把他们榨干，然后还不给他们在新加坡生孩子还要定期孕检，更加是拿香港来作为例子，说你看我们中国香港菲佣是可以在香港生孩子的，而且还有产假。你们新加坡惨无人道没有道德，没有人性，就是不停的榨干这些外劳。那我就首先我要来给你科普一个常识请问这些菲佣也罢，外劳也罢，是新加坡政府把那个刀架在他脖子上威胁他来的吗？还是像中共国的 KK 诈骗员那样子骗过来的呢？
都没有。新加坡是一个民主的法治社会，这些外劳不管他来自于任何的国家，中共国也罢，东南亚各国也罢，任何的国家，他来新加坡工作都是建立在一个法治和合同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没有欺骗，没有隐藏，大家都是你情我愿的。新加坡只是一个雇主，我们遵照法律程序，新加坡的法律程序。你想到新加坡来赚新币、赚高工资，那你就要遵守合同的条约，就这么简单。这就叫最简单的契约精神。因为你既然又想来到新加坡赚高工资、赚新币，然后你又不想遵守人家的条约和法律，那你可以选择不要来呀，你可以留在你伟大复兴的中共国，那不是更好吗？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共国人前仆后继的想到新加坡来赚这么卑微的一点工资做新加坡的外劳呢？你不觉得这个很矛盾吗？还有其次就是他还说新加坡没有人性呢，不让这些外劳女佣在新加坡怀孕生孩子。确实他前面有一句话是说对了，说新加坡非常的小啊，小的不得了，所以说被中共国人侮辱成坡县。那这也是原因，因为我们新加坡小啊，我们是一个弹丸之地，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且新加坡不是欧美的白左的世界，我们不会为你们中共这些蛆虫来买单的，这些都是写在合同当中的呀，这些都是白纸黑字，你情我愿的。你要来赚人家的钱，你又不想遵守人家的规则、人家的合同条约，这样的双重标准，道德和情感勒索，可能只有中共国的蛆才做得出来的。我相信任何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都说不出来这样的话，只有中共国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就是非人的想法和逻辑啊，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离谱，你可以查查新加坡早年有一种叫黄卡的工作签证，你就听这名字，那才是真正的离谱。从中新建交开始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国人认为美国繁荣但不安定，日本发达但反华，但同为华人主导的新加坡则颇有好感。华人对新加坡的滤镜破碎始于2022年疫情的前3个月。新加坡当时疫情控制较好，一时被世界称赞为抗疫的模范生。直到4月份，外劳宿舍爆发聚集性疫情。到4月29号，新加坡累计确诊的新冠病例是15641例，其中居住在外劳集体宿舍内的病例就高达13354例，占全国确诊者的88%，外劳感染比例是居民的138倍。此时啊，外界才注意到新加坡的外劳跟居民的居住条件差别巨大呀。同时，政府对外劳的上心程度远远不如本国人。现在来看啊，外劳疫情爆发只是新加坡现代奴工制度的一个侧面而已。你看，他又非常非常无知的把这个2020年的这个疫情的拿来当做一个例子新加坡对这个外劳非常的差，简直像奴工一样对待呀。外劳的新冠感染率是新加坡本地人的138倍然后居然还列出来了一串的数字，我觉得他真的是断章取义。那首先呢，你在喷新加坡之前，你先看看你们中共国的死亡率是多少，死了多少人，然后呢，你再看一看你们中共国当年疫情的时候有免费的全部的医疗吗？有吗？特别是外国人有免费的医疗吗？连你们中共国这些人矿和韭菜都要自掏腰包去隔离，自掏腰包去治疗。那反观一下新加坡呢？新加坡的政府当时在疫情爆发之后，确实新加坡的外劳的宿舍，因为它
住的人口比较密集，导致了外劳的宿舍有集体爆发了一波。但是新加坡政府很快的就采取措施了，把外劳全部隔离开来，然后让他们没有那么密集。其次就是在新加坡当年疫情的时候，无论国籍，无论你是什么工种，都可以在新加坡得到免费的治疗，一切都是免费的，包括隔离、酒店、食物，还有他这个进口的疫苗，全部都是免费，都是新加坡政府出钱去买单的。这个你们中共国有吗？还有再来就是他说新加坡的外劳大量的感染，那我就想问你一下，请问这些感染的人当中有多少的死亡率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中共国的粉区真的是只懂得一顿无脑的瞎喷就是要不遗余力的去抹黑他觉得比他强的、比他好的国家下面这一段论点是更加的让人拳头变紧呢。生活在一个道德真空的国家，他学着得把人工具化，避免因为自己的道德感把人当人看。新加坡的治理理念非常接近于商鞅韩非子所代表的法家，整个国家用强制手段贯彻政府意志，道德考量是靠边站的。政府里面的精英会以会计的精明把所有的利弊都给算到了，一切都以实用角度出发，用过即弃，老百姓只要好好服从并接受就好。那回到重点了，为什么现在中国这边很少再像10几年前谈新加坡模式呢？说白了，新加坡的所谓治理经验，在今天来看，对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底蕴丰富、人口众多、道德约束力强的国家是没有借鉴意义的。如果中国用新加坡的模式来治理中国，那会出大乱子的。新加坡即便是披了一层现代化的皮，但是骨子里面依然阶级非常分明，甚至说是有明确的种姓制度的。在很多事情上是把人分为3、6、9等，不把底层人当人看，到了今天依然是以洋为尊。新加坡的观众朋友，你看到他以上这一段言论，你是不是拳头变紧，好想揍他哇，这个人真的是太无知了，居然说新加坡是分3、6、9等，不把人当人，说新加坡的老百姓只需要去服从就好了新加坡的政府都是唯利是图的，根本就把人当作奴隶一样对待。哇，这个傻叉真的傻得太离谱了！新加坡人是有选票的，你自己在影片开头的时候都大谈新加坡的这个大选假如这个执政党落选被这个反对党执政会怎么样？你真的是前后逻辑矛盾呢。现在又反过来说，新加坡的政府把人不当人，新加坡没有3、6、9等，新加坡没有造假人。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政治人物，我们的政府领导人是如何的亲民，我们随时可以见到我们的部长，我们的政治要员，只要我们想见，我们可以就约见他们，和他们面对面的去畅谈，让他们来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还有再来就是新加坡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是有选票的，我们可以利用手中的选票去决定我们想要谁做议员，我们想要哪个党去执政，就这么简单。是你等人矿和韭菜以及蛆虫一辈子在那个大粪坑里面，连选票长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的这种蛆虫，怎么有资格来妄议新加坡、妄议民主世界了？谁给你的底气和勇气呀？我真的是无语了。最好笑的是是他后面这一段说我们这样有道德约束的、有文化底蕴的中共国不适合新加坡的模式，确实也不适合中共国有文化底蕴，中共国有道德约束，我的天哪，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们有听说过中共国人有道德约束、有文化底蕴吗？确实也是有一些，你们有的是马列主义的文化底蕴，你们有的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奴性，就是贵族的奴性，就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是
跪着的，都是做奴才的，都是中共这个政党可以随时收割的人矿和韭菜呀，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啊。前不久的那个罗帅与医生的事件，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了。铁链女事件，这么多数不胜枚举的中共国的案例，都是什么呀？难道都在证明你们中共国的伟大复兴、道德约束和文化底蕴吗？啊，我都替你感到羞耻和脸红啊！我严重的怀疑你这是高级黑、低级红啊！就连这样的傻叉，在 YouTube 上面居然有30多万的订阅，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去给他捧臭脚，那由此可见，在 YouTube 简中圈是得傻叉者得天下啊！这个是傻叉遍地都是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情。那影片的最后呢，我也想提醒一下这一位天津的傻叉啊，你不需要担心新加坡，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身上的器官和你后代身上的器官吧。俗话说得好，夏虫不可语冰呢。OK，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影片，我们下期见，拜拜。